作为潮菜师傅，在外走南闯北10来年的林派，5年前回到潮州。好，煎成型，上面浮上鸡蛋。从叔叔手上接下的这间潮州饭店，是街上唯一的国营老字号。店里的招牌就是各式的潮州小吃。我这个是酥肉，它是半煎半炸的。甜酱油加上一点金桔油，比较甘香清甜，增加这个糯米组成的风味。小馆子、小老板，林派当然要样样精通。果条与牛肉芥蓝的配合，是检验潮菜师傅手艺的最佳菜品，也是时光带不走的潮州人的挚爱。牛肉在煮的过程不能煮得太熟。来喽，上菜啊！这个老店，他专门来找这个店吃的。传统的做法最能吸引老潮州们，但本地的客流并不能缓解林派的经营压力。国庆4、5万，平时1万多，现在几百。在里面做特色小吃。今年反复的零星疫情，让这条平日里游人如织的网红街饱受冲击。有做事一天一下子就过了，没做事呢，一天真的做得比较累。生意清淡，闲下来的林派开始关注孩子的学习。考得不好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向姐姐学习，她比较勤奋。可能长大了也是个人才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一起努力，啊！明天就是国庆假期，突如其来的雨让乐观的林派也不禁焦躁了起来。期待了3个月的人流会出现吗？简单的米食，在潮州如同百样人生，能生出万千变化。米浆倒入小盅，猛火蒸10分钟，洁白如豆腐的米果自然形成凹洞，填上炒制好的菜脯粒，香韧可口的果皮混合着菜脯的咸香味儿，丰富的口感让咸水果成为潮州饭店不可缺少的一味平价小吃。谢谢啊。这一片他家做的咸水果比较地道，比较好吃。大家。街坊四邻的手艺丰富了店里小吃的种类，但店里最有特色的一道米食，林派总是亲自上手。这个米泡了4个小时左右，准备要来磨浆，然后吹热高管。今天是国庆，我们就做多一点。容器先刷一下油，防止这等一下会粘在里面。纯米浆难以蒸熟，挑战厚度必然要增加工序。蒸1层熟了，然后再蒸，大概是6、7层吧。高温蒸煮后，米浆内的淀粉分子软化凝固，呈现出略微透明的质感。表面凝结出一层韧皮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层层叠加。第1层大概要5分钟，第2层就7分钟，到最后厚度比较厚，可能有20分钟。用近2个小时制作完成的糕果，米香浓郁，多层韧皮形成的结构，让果肉弹韧有力。好，这样1份牛肉炒粿条要不要？可以当主食。客人开始进店，林派加快了手速。第一步呢，就先加一点酱油，搞一点颜色，再下那个咖喱粉，这个就把它拌均匀，它等一下煎起来就比较好看。
咖喱引入潮菜源自于清末下南洋的风潮。现如今生活富足，潮人不再出海讨生活，但这道具有南洋风味的小吃却在潮州扎下了根。一张就全部淋在上面，把它包住，就多放几次。撒上葱花出锅，淋上浇头，外酥里嫩，鲜香微甜。这样就 OK 了。人流挤满了牌坊街，小店很快爆满。林派享受着客似云来的快乐。来，这个国庆今天的生意呢还算可以，比预计的还好了一点，可以回血。卖的最好是蚝煎100多份吧，炒高果呢30多份。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，明年肯定会更好啊！疫情一控制好，大家好。在潮之洲，潮水往复。以蚝为生的蚝乡景洲，有着长达10多公里的海岸线，近海处虾塘密布，给海湾的浮游生物提供了充足的养分。平均5米的水深，利于固定蚝排，让这里成了一片绝佳的生蚝养殖场。11月，景洲湾养殖的生蚝正处于育肥的关键期。最近雨水偏多，林朝伟接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。我现在切了一半，切了50%。对，就是那个钓得太浅了，水太淡，想让它肥得更快，因为藻类它一般都是在上面的比较多，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把它在上面一点点，这藻类比较丰富。欲速则不达，林朝伟本想在育肥期为生蚝提供充足的食物，让蚝能够迅速长大长肥。但最近频繁的降雨，让近海湾处的海水迅速稀释，海水盐分急剧变淡，让近海湾处这10几个蚝排的生蚝面临灭顶之灾。抢救这批生蚝的唯一方式，就是赶紧把它们转到更适宜生长的环境中。要把它那个钓到深一点的水层，2米深，盐度才会够。都是拿钱买经验。清掉死蚝，重新调养，工人们迅速进行着分笼作业。摆得整齐的话，它生长出来的蚝形也就比较整齐，比较漂亮。林朝伟养殖的生蚝学名叫做三倍体牡蛎，是林朝伟在3年前为了开拓全国市场精心选定的品种。三倍体个头大，生长速度快，比较容易保存。随着那个物流的发达，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可以达得到，所以它这个市场的空间会越来越大。等你养到100万斤的时候，你的海域要很大，每一块海域它的调养的方式都不一样。转移完这批近海的生蚝，林朝伟马不停蹄，继续巡查另外100余个蚝排，持续监控调整，让生蚝长得个大肉肥，是年末收益的保证。每年这段时间就是长芽最快的季节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芽是刚长出来的，因为它那个海水凉下来的时候，这个生蚝就开始长芽。这个才8天，就长差不多有个指甲盖那么大。然后它里面的肉肥度一上来，它也跟着这个壳往外扩张，就证明我们这边的水温、盐度比较适应。三倍体牡蛎富含糖原、氨基酸，有海洋牛奶的美誉，是具有食补作用的海洋珍品，在国内的宵夜市场备受追捧。林朝伟精心管理的这150个蚝排，即将迎来行情最好的年尾出货季。这都是养了很长时间的了，像这么一大个，要10来块钱，过10来天，它肥度会更好一点，至少一斤在市面上现在好几块钱了。今天大概出个3、5千斤。
供不应求啊，只要是人家订货，我们现在还不卖。今天的意气风发，得益于坚持不懈的努力。3年来，他跑遍了全国的海产市场，就这样收获了全国各地的客户。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易肥的，它这个地方肥得快。我们原产地出货价就这个，到了市面上可能就不止5两以上，可能15块钱左右了。你砸不了多少啊？现在的生意就是这样子，也就这一点利润。广西的客户远道而来，林朝伟最引以为傲的3倍体牡蛎，怎么聊都不嫌多。都是刚刚在长芽，里面肥不？肥啊，看了就想吃了。肥度还算可以，这边的小苗长势也挺快的。那小的到那个大话的要2语投机年时间。，意犹未尽。林朝伟带着客户驶向锦州养殖历史最悠久的一片蚝场。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养殖场的那个海蛎。它也是好的一类是吧？对。割2串，我们晚上回去品尝一下。也行。基本上我们近海都是养这些。这种蚝的话，就是我们做的蚝仔煎。你们那边应该拿去煲汤的比较多吧？福州比较多。这片蚝场出产的是锦州产量最大的太平洋牡蛎，它在当地有一种特殊的养殖手法，将牡蛎挂在海面固定的高度，退潮时，牡蛎会有几个小时晒到阳光。这种经历过日晒的蚝，壳体坚硬，肉质更加紧实。太平洋牡蛎采摘几个小时后，就会出现在锦州的横街窄巷里，有近万人参与开蚝的工作。锦州人开蚝技术娴熟，这种特殊的手工技能，即使在机械横行的现在，依旧无法取代。太平洋牡蛎煮熟后，紧实圆润，黑耳白肚，状似珍珠。它有个让人熟悉的名字——珠蚝。天色渐晚，蚝排上的小厨房里热气腾腾。滚熟的粥底加入猪肉、鲜油，起锅前下入刚取的猪蚝，海鲜丰富的氨基酸充分释放，鲜也就在这碗粥里尽情绽放。3倍体牡蛎则直接上炭火炙烤。海洋里最柔嫩的佳肴，在岩石般坚硬的壳体里沸腾。肥美嫩白的蚝肉，点上蒜蓉，加入辣椒酱，简单而不失原味。丰腴的蚝肉裹上芡汁，入油锅炸至金黄色，外酥里嫩，又是一道让人不能自拔的美味。啊，这是炸蚝啊，收脆脆的啊，沾点这个汁，炸这个汁到汁。同享美食是人与人拉近距离的最佳方式。在林朝伟看来，海鲜最能带来味蕾的满足。在这片海域，只要肯干，就一定会有回报。好吃，多水点啊，多水点。潮州城内被老街老巷簇拥的谢家祠堂里，正在筹划一场本年度最盛大的家祭活动。擺節面就有啲牛坑子可能係攞去過嚟拜，六日咧先外頭玩啦嘛。我開始嘅時候，摸啲嘅就係嚟名頭，即係嚟嚟擺飛係來之後就來了。谢海平作为族里的小辈，负责所有与食物相关的工作。祭拜要用的果品，谢海平當然得去看看。你睇喺邊度攞條絲啊？黐啦，食咗依家時，你個喺邊個舊絲啊？潮州人一年到頭都在為10年8節忙碌。本地人祈福美好生活的形式之一，就是奉上各類果品。紅桃果形似桃子，象徵長壽，是祈壽的首選。做好的紅桃果如同一隻平面的紅桃，上籠蒸15分鐘，紅桃果變得晶瑩油亮，顏色吉祥喜慶，這讓它在年節祭品裡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。
来，因为来试一下啊，酸肉平多切啊。谢海平经营着一家私房菜，生意不能停，心里却盘算着明天家宴的一道大菜得赶紧备菜。这里指的是香莲，个头大，香气足。这一定手工的，不可以用到粉碎机打，它比较糊。粉碎机不加水的话打不过来，加水的会影响它的口感。皱沙莲蓉是潮州一道别具风味的甜菜，莲蓉是主角。炒莲蓉是个功夫活，加入白砂糖、油，在锅中用小火碾炒20分钟，直到莲蓉粘连成块不粘锅，这味传统潮菜的底料才算完成。精工细料，耗时费力，皱沙莲蓉极少有人制作。因为这次难得的相聚，谢海平卯足心力。这是本地五花肉，白肉瘦肉相间的，吃起来会比较细腻一点。肉块入水，加入葱姜料酒，焯去血水。肉皮上密集地扎上孔洞，抹上酱油，五花肉准备变身。肉块在滚油高温的汆烫下，发生美妙的褐变反应，呈现出焦糖色。表层密布的孔洞因高温迅速脱水，变得酥松焦脆。这样就好了，就像那个纱布一样皱皱的这种感觉啊，这样就好。炸好的五花肉切厚片，与糖同煮，糖将赋予它更馥郁的风味。糖汁包裹渗入，油脂缓慢释出，脆皮被糖汁浸润到逐渐软化。差不多煮10分钟，但是要下蒸笼蒸了1-2个小时，蒸到筷子一夹就断，状态是最好。摆盘后淋上糖汁，肉皮皱沙，肉片剔透，莲蓉软糯香甜。在谢海平看来，筹备大宴是徒弟们练手的绝佳机会。呢個鋪一定留掉，冇留一個蒸餾哈，呢個點樣鋪嘅蒸餾嘅破坑冇影，呢個就得留掉。煎蛋皮是为了制作另一道传统潮菜——富贵16球。要想将蛋皮煎得漂亮有韧性，手上必须得有点功夫。差一点点，但是它还可以啊，有点拉力，有拉张力，它包起来它就也不会那么容易碎。蛋皮包裹馅料，扎起，素净可爱的16形，寓意多子多福、吉祥如意。